八仙曹国舅，从皇家贵胄到民间传奇。曹国舅，名义，字景阳，是八仙中唯一一位历史人物，也是唯一一位出身皇室的仙人。他的人生故事，从富贵显赫的皇亲国戚，到修道成仙的民间传奇，充满了戏剧性与传奇色彩，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功名利禄皆为过眼云烟的哲学理念。曹国舅并非虚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宋代皇室成员。他的真实身份是宋仁宗赵祯的舅父，即宋仁宗的母亲刘太后之兄。曹国舅出身于开封曹家，其家族世代为官，在北宋时期颇具影响力。他的父亲曹利用曾任枢密使，官至宰相，是当时权倾朝野的人物。曹国舅，他因家族中的一些不义之事而心灰意冷，决定舍弃一切，离开世俗社会，踏上修行的道路。曹国舅的弟弟因私心作恶，屡次劝告无效后，曹国舅散尽家财，不识天下贫苦，并弃官出家，入山修行。在修行过程中，他遇到了道教神仙吕洞宾和钟离权，两位仙人见他心性纯善，便授予他还真密旨，指导他修炼。最终，曹国舅成功修炼成仙，成为八仙之一。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八仙是八位得道成仙的神仙，分别是李铁拐、钟离权、张果老、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和何仙姑。他们法力高强，济世救人，深受百姓爱戴。曹国舅是八仙中最晚出现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皇亲国戚出身的神仙。他的修仙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传说曹国舅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看破了红尘，毅然决然地弃官修道，追求精神上的解脱。曹国舅拜师于道教高人，学习道家法术，并修炼成仙。传说曹国舅是八仙之首，拥有高超的道家法术，能够呼风唤雨，腾云驾雾，并经常帮助百姓解决困难。关于曹国舅的传说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最著名的故事有曹国舅醉酒、曹国舅戏弄吕洞宾等。在民间传说中，曹国舅的形象是一位忠厚长者，性格温和，乐于助人。他经常以慈祥的长者形象出现，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传播道家思想。慈祥长者。曹国舅的形象通常被描绘成一位白发苍苍、仙风道骨的老人，面容慈祥，笑容可掬，给人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曹国舅经常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例如治病救人、化解矛盾、驱除妖魔等。曹国舅的传说故事也传播了道家思想，例如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等。曹国舅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戏曲、小说、绘画等艺术形式中都有所体现，成为中国民间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曹国舅是中国戏曲中常见的人物，在许多戏曲作品中都有他的身影，例如八仙过海、吕洞宾三戏曹国舅等。曹国舅的形象也出现在许多中国古典小说中，例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曹国舅的形象也经常出现在中国传统绘画作品中，例如《八仙图》、《八仙过海图》等。曹国舅的传奇故事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功名利禄皆为过眼云烟的哲学理念。曹国舅出身皇室，
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但他却看破了功名利禄的虚幻，选择了修道成仙，追求精神上的解脱。曹国舅的传说故事传播了道家思想，强调清心寡欲、无为而治，追求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曹国舅的传说故事也影响了中国民间信仰，人们相信他能够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保佑他们平安健康、幸福美满。曹国舅醉酒。传说曹国舅喜欢喝酒，而且酒量很大。有一次，他与八仙中的其他仙人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醉倒在酒桌上。八仙中的其他仙人见状，都笑他醉酒失态，但曹国舅却不以为意，反而哈哈大笑，说：醉酒何妨？人生在世，何必拘泥于礼节？放松心情才是真乐趣。曹国舅戏弄吕洞宾。传说吕洞宾是八仙中最爱捉弄人的一位仙人。有一次，吕洞宾想戏弄曹国舅，便故意在曹国舅的酒杯里下了迷药。曹国舅喝了迷药后，顿时昏昏欲睡。吕洞宾见状，便哈哈大笑，说：曹国舅，你醉了吧？快起来跳舞。曹国舅却不慌不忙，反而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跳起了舞。吕洞宾见状，更加哈哈大笑，说：曹国舅，你真是个酒鬼。但曹国舅却依然不慌不忙，反而笑着说：吕洞宾，你以为你下了迷药就能捉弄我？我可是八仙之首，岂是你能轻易捉弄的？吕洞宾见状，顿时哑口无言，他知道自己被曹国舅戏弄了。曹国舅救人。传说曹国舅经常帮助百姓解决困难。有一次，一位名叫李公的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落榜，心灰意冷，准备回家务农。李公在路上遇到曹国舅，便向他诉苦。曹国舅听完李公的诉苦，便告诉他不要灰心，只要努力学习，一定能考取功名。曹国舅还送给李公一些灵符，并告诉他只要诚心祭拜文昌帝君，就能得到文昌帝君的保佑。李公按照曹国舅的指点，刻苦学习，终于在下一年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曹国舅化解矛盾。传说曹国舅经常化解矛盾。有一次，两个村庄因为争夺水源而发生了争吵，眼看就要大打出手。曹国舅得知此事，便来到两个村庄，劝说他们不要打架，并告诉他们水是生命之源，应该珍惜，而不是争夺。曹国舅还教给他们一些节水的方法，并帮助他们修建了水利工程，解决了水源问题。在曹国舅的修仙故事中，斩蛟救民是一个颇为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反映了曹国舅嫉恶如仇、为民除害的精神，在民间广为流传。相传，在某个偏僻的山村里，有一条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东海龙王的一个儿子，他在东海玩耍时，不小心被卷入了一个漩涡，被卷到了这个山村。蛟龙经常兴风作浪，造成洪水、泥石流等灾害。它还会抓走人畜，吞噬庄稼，村民们苦不堪言，但又不敢反抗。翌日，曹国舅路过此地，得知了蛟龙为祸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决心为民除害。在去降服蛟龙之前，曹国舅做了充分的准备。他锻炼了体魄，提升了法力，并准备了宝剑等法器。曹国舅来到山谷，找到了蛟龙的巢穴。曹国舅知道蛟龙的厉害，
因此制定了一个巧妙的计策。他先用言语激怒蛟龙，让他失去理智，然后再伺机攻击。曹国舅精通法术，在与蛟龙的搏斗中，他施展了各种法术，最终战胜了蛟龙。他手持宝剑，与蛟龙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蛟龙十分凶猛，吐出毒雾，挥舞爪牙，企图将曹国舅杀死。但曹国舅法力高强，英勇无畏，他躲闪住蛟龙的攻击，伺机反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曹国舅终于将蛟龙斩杀。蛟龙被斩杀后，他的毒血流淌到地上，污染了土地。曹国舅担心毒血会继续危害百姓，于是施展法术，将毒血净化。曹国舅斩蛟救民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人们称赞他英勇无畏、为民除害的精神，并把他奉为英雄。成仙之后，曹国舅经常与其他7位仙友一起遨游四海，济世救人。他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8仙过海了。相传，东王公在瑶池蟠桃会上宴请众仙，曹国舅和7位仙友也应邀参加。回程时，他们路过东海，正好遇到一场狂风巨浪。为了不耽误行程，吕洞宾提议众仙各显神通，渡海而去。曹国舅自告奋勇，施展法术，将自己的随身拂尘变成一座浮桥，让众仙得以安全通过。曹国舅的传奇故事给我们很多启示。曹国舅出身皇室，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但他却看破了功名利禄的虚幻，选择了修道成仙，追求精神上的解脱。这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物质的追求，而在于精神的追求。曹国舅的传说故事传播了道家思想，强调清心寡欲、无为而治，追求天人合一。这告诉我们，要保持内心的平静，不要被外界的诱惑所左右，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曹国舅经常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例如治病救人、化解矛盾、驱除妖魔等。这告诉我们，要乐于助人，关爱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曹国舅毅然决然地放弃富贵显赫的生活，选择了修道成仙。这体现了他坚定的信念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这告诉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勇于追寻自己的梦想，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也要坚持不懈。曹国舅在民间传说中是一位幽默风趣的仙人，经常以诙谐的语言和行为给人带来欢乐。这告诉我们，在生活中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用幽默风趣的方式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曹国舅经常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体现了他慈悲为怀的胸襟。这告诉我们，要心怀慈悲，关爱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曹国舅虽然是8仙之首，但他却没有丝毫的傲慢，反而谦虚谨慎，乐于与其他仙人交流学习。这告诉我们，要保持虚怀若谷的态度，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曹国舅的传奇故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间信仰、文学艺术、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所体现。曹国舅的传奇故事影响了中国民间信仰，人们相信他能够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保佑他们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许多地方都建有供奉曹国舅的庙宇，人们在遇到困难时都会到庙宇祈求他的保佑。曹国舅的形象也经常出现在中国传统戏曲、
小说、绘画等艺术形式中，成为中国民间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在戏曲作品《八仙过海》中，曹国舅是八仙中的一位重要角色，他的形象被塑造得幽默风趣，乐于助人，深受观众喜爱。曹国舅的传奇故事也影响了中国的社会风俗。例如，在一些地方，人们在结婚时会用曹国舅的形象来祝福新人，希望他们能够幸福美满。在当今社会，曹国舅的传奇故事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曹国舅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不仅仅是物质的追求，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追求。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人们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勇气，才能克服困难，实现梦想。曹国舅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勇于追寻自己的梦想，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也要坚持不懈。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人心怀慈悲，关爱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曹国舅的故事告诉我们，要乐于助人，关爱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在不断发展的时代，人们需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曹国舅的故事告诉我们，要保持虚怀若谷的态度，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曹国舅的传奇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神话传说，更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哲理的故事。他的人生故事，从富贵显赫的皇亲国戚，到修道成仙的民间传奇，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功名利禄皆为过眼云烟的哲学理念，也传播了道家思想，强调清心寡欲，无为而治，追求天人合一。曹国舅的传奇故事给我们很多启示，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定信念，勇于追梦，乐善好施，关爱他人，谦虚谨慎，不断进步。他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可以激励我们追求精神的解脱，实现人生的价值。曹国舅，这位八仙中的忠厚长者，他的人生故事，从富贵显赫的皇室成员，到修道成仙的民间传奇，充满了戏剧性与传奇色彩，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功名利禄皆为过眼云烟的哲学理念。他的传奇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神话传说，更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哲理的故事，可以激励我们追求精神的解脱，实现人生的价值。